卤牛腱还有吗？我爸就爱吃你们家这个。鸭翅还有3斤，鸡爪没了，牛腱要等明天。哎呦，又没了。那给我来半斤豆干，半斤鸭翅。你们家豆干也好吃，回去下酒。本届南城夜市美食节金奖获得者是林家香卤。林家香卤，我们家这块招牌终于被人听见了。谢谢大家的认可。林先生，能不能给大家讲讲你们品牌成功的秘诀？其实也没什么秘诀，就是标准化、年轻化、品牌化。我们做的是新中式卤味，是可以走出夜市，走向全国的年轻品牌。小林，那个在台上说话的是你表哥吧？你怎么不上去？这卤味不是你做的吗？后面忙。忙也不能连个名字都没有啊。张叔，您的卤货记得趁热吃。动作快点，别让客人等太久。知道。浩然在上面讲的不错吧？年轻人就是会说话，你也别觉得委屈。你这性子闷，不适合上台。以后咱们家这个品牌还得靠浩然往外推。希望未来有一天，大家在全国每一座城市都能吃到林家香卤。全国每一座城市，他说的真容易。一锅卤要养3年，火候看天气，香料听气味，肉下锅前要摸纹理。这些他从来没凌晨4点起来看过，他只知道镜头前一句全国连锁听起来很值钱。来，拍这里，这就是我们今晚的冠军卤味。这位是我妹妹，负责后厨技术支持。技术支持。妹妹好厉害啊，这么年轻就会做卤味。她从小跟着我外婆玩，耳濡目染。主要还是我们家这套配方好，真正难的其实是运营。传统东西要做出来，得靠系统。懂了，家族传承加现代运营。芝芝来了，快坐快坐，今天你也辛苦了。今晚家庭庆功宴，记录一下林家香卤拿金奖的日子。国良啊，你这儿子不得了，以后林家要发财了。哪有，刚开始。今天趁大家都在，我说个正事儿。林家香卤这2年生意不错，现在又拿了金奖，再用以前小作坊那套就不合适了。芝芝，你也知道，想做大就要正规，所以我们准备成立公司，名字就叫林家香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。以后门店、商标、账号、供应链、加盟权全部放到公司名下。芝芝啊，这是好事儿，公司正规了，你以后也有保障。你当然还是自己人。我们商量过了，给你安排技术主管的职位，月薪1万，年底根据公司情况发奖金。1万不少了，芝芝，你还年轻呢。女孩子有份稳定工资，比什么都强。就是啊，你天天守后厨，辛苦得很，以后坐办公室做管理，多体面。1万工资，你别嫌少，现在很多本科毕业生1个月也就5、6千，你这个已经是亲情价了。这3年的利润呢？利润当然要继续投进公司，做中央厨房，做包装，做直播，哪样不要钱？之前不是说好电视大舅出启动资金，我出手艺，利润按比例分。哎呀，芝芝，你这孩子都是一家人，现在品牌刚有点起色，你急着分，不是让外人看笑话。再说了，手艺是手艺，生意是生意。没有我做账号，没有我拍短视频，你觉得会有今天这个热度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林家香卤靠的不是味道？味道当然重要，但不是唯一重要。现在消费者吃的是品牌，是情绪价值。姐，你别老拿锅里那点东西说事。芝芝，你别钻牛角尖，大舅是为你好。你一个女孩子，手里拿太多钱不安全。以后公司做大了，你不也跟着享福？享什么福？拿1万工资的福吗？你这话说的就难听了。你这些年住我们家，吃我们家的，我们什么时候亏待过你？公司已经注册了吗？商标呢？账号呢？手续在办。商标已经提交转让了，挂在个体店名下不安全，转到公司名下才方便运作。账号本来就是我运营的，你又不会拍视频。芝芝啊，人不能太计较。你大舅还能害你？以后公司做大了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今晚颁奖时，我手背上被热汤烫出的红印，到现在还疼。那后厨，以后还是我说了算吗？后厨也要标准化，
不能再靠你一个人的经验，我们会请专业厨师团队，你负责把配方和流程整理出来。香料克数、出品标准都要写清楚，以后培训加盟商用。他们是在把我从林家香炉里拆出来，只留下一个可以被替代的职位。你们确定林家香卤靠的是招牌，不是这一锅卤？姐，别神化自己行吗？一锅卤而已。好了，大喜的日子别说这些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明天开始，你先把配方手册整理出来。好，我吃饱了，先回店里看卤。这就对了嘛，芷芷还是懂事的。来，喝酒！以后咱们林家真要发达了。一锅卤而已，行。味道不对，有人动过仓库。你怎么回来了？这句话该我问你，谁给你的钥匙？公司资产盘点，我看看仓库有什么东西，做个记录。我爸给的钥匙，以后仓库不能只让你一个人管，万一你哪天生病请假，店不赚了。这些坛子不要乱碰。姐，你真有点夸张了，不就是几坛老卤吗？他们不是资产，那是什么？是命。你这样真的很像那些守着祖传秘方不肯进步的老古董。时代变了，现在做餐饮靠的是供应链，是流量。那你继续，你不是要盘点吗？慢慢拍。那里面装的是为了应付日常出品养的子卤，够撑场面，但不是根。你早点想通，对大家都好。明天开始写配方手册，别拖。3年来，林浩然从来没多看他一眼，因为他不像其他坛子那么香，也不像拿来展示的东西。芝芝，林家的卤不在锅里，在胆里，也在人心里。卤胆不能见生水，不能断香，不能交给心急的人。心急的人只看得见钱，看不见味儿。这就是林家的卤胆，外婆用了半辈子养出来的根。从这一刻起，这里剩下的所有热闹都只是空壳了。外婆，我们回家。后厨不能抽烟。你就是林芝，讲究还挺多。大早上就把后厨弄脏的人，通常做不出干净东西。姐，介绍一下赵师傅，以前在鸿雁楼做后厨主管，以后中央厨房这边他负责出品落地。赵成。姐，大家以后要一起工作，你别一上来就给人下马威。他刚才在后厨抽烟。行了，小事儿。赵师傅刚来，不知道我们这规矩。后厨不能抽烟，不是我们这儿的规矩，是做吃的最基本的规矩。林小姐，我做后厨的时候，你可能还在上小学，规矩我懂。那最好。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些细枝末节，这是中央厨房出版方案，以后出品必须标准化。芝芝来了，正好，今天就开始弄。公司现在要往正规走，不能再小打小闹了。这些都要写，卤胆醒多久也写。你说什么胆？没什么。芝芝，大舅不是跟你抢，手艺只有做成品牌才叫传承，守着一口锅那叫没出息。现在餐饮都这样，东西拆开来看，无非就是比例、温度、时间，把这3样控制住，味道差不了。那你试试。不是现在试，现在是让你写手册。可以，3天。3天太久了吧？你平时怎么做的？照着写不就行了？你不是说要标准化吗？那就写清楚点。2天写出来的东西，你敢拿去招商？3天就3天，但芝芝别让大舅失望。不会。这个是草果吧？不对，这是肉蔻。这2个长得差不多，有什么区别？他们以为我说的不会是不会拖延，其实我说的是我不会让他们失望的太轻。今天林家香卤正式进入升级阶段，专业团队入驻，中央厨房筹备中，敬请期待。大家辛苦了，喝点东西。芝芝，累了吧？哎呀，你这孩子躲什么？你以后不用天天下后厨了，这围裙别穿了，弄得一身卤味儿，怎么谈对象？对啊，姐，你以后坐办公室做品控，体面点。我今天还没下班。年轻人有时候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也不是好事。赵师傅，你今天试的那锅草果下早了，白纸压不住腥，不是因为量少，
是你没把鸭货的血水逼干净，还有豆干不能跟鸭脖一起下，会吸走茯香。20年经验不一定都长在对的地方。姐，这份手册看起来完整的不能再完整，任何一个拿到这份手册的人都会觉得我很配合。我写的越认真，心里越平静，因为我知道真正重要的地方一个字都没有落在纸上。小时候我总嫌外婆熬卤麻烦，外婆，人吃饭还一口一口往吃呢，锅也有锅的脾气。那时候我不懂，现在懂了，锅有脾气，人也有。外婆，再委屈你几天。这么详细？你不是要标准吗？姐，你早这样不就好了？大家都是一家人，非要闹得不愉快。林小姐，之前可能有点误会，以后我们按这个来，你负责品控。好。这就对了嘛，芝芝还是懂事。围裙带子松开的那一刻，我心里像有什么东西也松了。这都旧成什么样了，还留着干什么？给我吧，外婆的东西，还有那个破罐子，我也想带走。你还要？行行行，拿走，反正也不值钱。拿走拿走，别把有用的坛子搬走就行。下午试锅，晚上拍视频，明天中央厨房那边同步开始。那股香浮在上面，落不下去。他们忙着相信自己拿到了全部。谢三叔。芝芝，你真要走？他们不需要我了。那是他们瞎。你把卤胆带走了？嗯。唉，你这一走，那边撑不了多久。撑不住，才知道是谁一直在撑。你外婆当年说你性子看着软，其实最硬。我以前还不信，我以前也不信。以后打算做什么？城西菜市场有个半间铺面，租金便宜，位置不好，但有水、有火、有人，就够了。你外婆以前最爱这一批，剩的不多，本来想留着自己闻的。多少钱？你再问钱，我抽你！三叔，他们要是来找你买同样的料，你就卖。香料有几十种，谁都能买，但味道不是谁都能做出来的。行，性子像你外婆。姐，赵师傅说你这手册写的不错，以后你就轻松了。等中央厨房跑顺，我们就准备第一轮招商。没问题，照这个做，味道肯定稳。第一锅也许还能像，第二锅也许还能撑，等到第三锅，他们就会明白，有些东西离了根，是会慢慢死的。让开，让开！现在看着依旧破，但能生火，也能开锅，就够了。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林家香卤历史性的一天，我们正式告别小作坊模式，进入标准化、工业化、规模化的新阶段。对，我们未来就是要把南城的味道带向全国，以前大家排队买不到，以后不会了。小姑娘，你今天开业啊？试摊。这位置偏，卖贵了没人来，卖便宜了不赚钱。不卖便宜。行，有脾气，我就在你对面卖菜，以后卖不出去，晚上拿来给我尝尝。卖不出去，我自己吃。这是外婆教我的规矩，新地方开锅，先洗气，再洗心。哎，你这还没下肉呢，怎么就香了？醒锅让他先认认地方。你这小姑娘说话神神叨叨的，香味飘得很慢，像一个人睡醒，先睁眼，再呼吸，然后才肯说话。
他们第一锅本来就不会差，那锅就子卤还能撑一撑场面。今天只做3样：卤豆干、卤鸡爪、卤鸭翅。小姑娘，你这个怎么卖？豆干28一斤。多少？你抢钱啊！东门老刘才18。那你买老刘的。新来的，你这样做生意不行，你得会说话。我会切，不太会说。这个怎么卖？28一斤。能少买点吗？给我称半斤吧。辣不辣？不辣。我爸在医院刚做完手术，嘴里没味儿，想吃点有味儿的。那别吃鸡爪，太油。豆干可以，少吃点。你还管客人吃多少？刚出院的人，卤味不能吃太多。开账了啊！老板，剩下的我都要了。你爸能吃这么多？不是，我爸吃了2块，说这味道像他小时候在老街吃过的卤味儿，他让我再买点，给同病房的人分一分。他说能吃出锅气，不是调料味儿。豆干还有1斤2两，鸡爪你别拿给老人吃，鸭翅可以少拿2只，你自己吃。行，听你的。真这么好吃？你自己买了尝？哼，我还偏不信。怎么样？还行。瞅你那熊样，好吃就是好吃，什么还行？你懂个屁！今天第一锅卖的比想象中快。你还有鸡爪呢，不卖了？不卖了，时间过了，第一锅的味道到这儿就够了，再摆下去，风一吹干了，味儿就卖卤味还有过时辰的，你这人真是有钱不赚，怪人。不好吃的钱赚了也麻烦。今天中央厨房第一批产品已经供应老店，欢迎大家来尝鲜。李叔，您可是我们老顾客了，今天帮我们尝尝升级后的口味。我就买点回家不上镜。没事没事，就试一口，怎么样？这是谁做的？中央厨房统一出品，以后味道更稳定。稳定是稳定了，稳定的没以前香。李叔，今天第一天升级，可能您还不太适应，我们这次调整了风味，更适合年轻人。我岁数大了，吃不懂年轻味。城西菜市场第一锅，豆干入味尚可，鸭翅火略急，鸡爪皮面偏紧。南风天火要再低半分。我不是被赶出来的，我是重新开了一锅。姐，你看到网上评论没有？今天老客都说味道不对，你明天来店里一趟，把问题看看。指导，昨天我是技术主管，今天变成指导，明天呢？小林，今天豆干多做点儿。昨天我媳妇儿吃了，让我再买。给我留半斤鸭翅，我不是自己吃啊，我给我儿子尝尝。行。第二锅比第一锅顺，卤胆认了新地方，汤味沉得更稳了。老板，你这店叫什么？他这叫一锅卤，每天就一锅，过时不卖，不叫一锅卤叫什么？字不好看，但能认。动火太急，急着出颜色，急着出香。卤这种东西最怕急。林芝，你手册是不是没写全？你不是说世界上没有能标准化的东西吗？现在不是斗嘴的时候，中央厨房这边出品不稳定，赶紧过来。我不过去。你别忘了，你还是公司技术主管。我没签劳动合同，也没拿你们工资。行，你不来可以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第3锅开始就不对？因为他没有跟。少来这玄乎的。林芝，我告诉你，店是我们投钱做起来的，你别以为离了你我们就不行。那你们继续。家里人？以前是。老板，你这个一锅卤是不是跟林家香卤有关系啊？没有。可我闻着好像啊。卤味都香。那我买2两尝尝。不好意思，今天卖完了。这么早啊？那明天几点？10点左右出第一锅。行，我明天来。第一天一个客人都没有，第2天开始有人回头，第3天林家香卤的中央厨房应该已经乱成一团了吧？连原味在哪里都不知道，怎么回归？终于急了，想告我偷，做梦。
小林，今天有豆干吧？鸭翅呢？鸡爪都有。那先给我寄半斤豆干，半斤鸭翅。还没出锅，菜收回去，别放我案板上。你这规矩真多。小林，昨天那个鸭翅，我媳妇说再买点。今天限量。我知道，先给我留4只。不留，排队。我都老邻居了，昨天刚认识。老刘，你就排着吧，小林不认熟人。我排第一。你排第一？你刚才明明去卖菜了。我菜摊就在对面，我人一直在。10分钟后卖。都出锅了还不能卖？刚出锅，味儿还没收住。你看，我说他规矩多。今天又是这家，这队排的真长。阿婆，你吃过味道怎么样？昨天孙女买了点回来，味道像以前家里办喜事灶上小火煨了一整夜的香气一样。老板，你不能多做点吗？我开车半小时来的。今天就这么多。有钱不赚。锅就这么大。你换大锅啊。换了就不是这个味儿了。你们这些做小吃的最爱搞饥饿营销。你爱买买，不买后面有人买。他要真饥饿营销，昨天就不会把剩鸡爪带回去自己吃。就是，他可不会营销，他是真轴。尝过再骂也来得及。这表情我这几天见得多了。真正的卤味第一口不一定惊艳，它要让人嚼，越嚼越往里走。入口是香，回口是肉和豆本身的味，再往后舌根才慢慢泛出一点甜，那才算入味。就是这边吧，评论里说在最里面。探店的。你是老板，我叫梁满月，可以拍吗？不拍你正脸，拍出锅，不影响客人就行。你这刀工不像菜市场小摊练出来的，这纹理切得好。哪家？你以前做过店？刀在哪儿练都一样，做过。林家香卤。给我来2两鸡胗。姑娘，咋样？这不是菜市场的水平，菜市场也能有水平。是我说错话了。您是不是以前常去林家香卤南桥店？你认识我？我拍过那家店，您当时在镜头里排队。是常去，后来味儿变了，就不去了。那您现在来这边是因为味道像？不是像，就是以前南桥那家真正熬卤的是这个小姑娘。对，我以前也见过她，那个表哥就会拍视频，真东西不在她手上。你要回应吗？我要切鸭翅。行，那你切。这次标题就叫金奖卤味的味道出现在菜市场角落。会不会太直接？直接才有意思。今天的卖没了，大家不用排队了。哪有你这样做生意的？我们大老远的跑过来，你不会再做一锅吗？姑娘，这家店就是这样，每天卖完就收，味道才地道。这样吧，我拉你进群，明天老板出摊前会在群里说，你明天再来嘛。明天早点来。今天比昨天多卖了1倍，但越多人吃越不能乱。小林，你上热门了！同一座城市里，2个地方都在卖林家味道，一个有金奖招牌、中央猪房和品牌故事，另一个藏在菜市场角落，每天一锅，卖完收摊。不是像，就是。以前掌勺的就是他，味道骗不了人。麻烦要来了。林志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找博主黑我们，马上把视频删了，公开道歉，不然我们走法律程序。他们说啥了？是不是骂你？差不多。他们还有脸骂？这几天来我这儿买菜的人都说，林家香卤现在难吃得很。周姐，你帮我看一下门，我出去一趟。去哪儿？去公证处，先把该留的东西留好。以前总觉得一家人不至于，现在觉得至于。你这些东西和现在的争议有什么关系？有人说我偷了他家的技术，我要证明这技术本来就是我外婆传给我的。外婆大概也想不到，有一天她留下的卤谱不是拿来教人，而是拿来防人。
林芝女士，这是林家香炉委托我们发给您的律师函。什么律师函？你们大公司欺负一个小摊儿？周姐，没事。林女士，希望您慎重处理，继续经营的话，后果会很严重。还有事吗？您不需要牵手回卷。回去告诉林浩然，别急着告，真打起来，我手里的东西比他想的多。小林，你刚才真帅，比你不卖我鸭翅的时候顺眼。我听说他们给你发律师函了，消息挺快。他们那边也发声明了，说你偷配方蹭涉毒，恶意引导舆论。你不准备说点什么？明天还要开锅，林知道吗？他们明天要办一场开放后厨直播，说现场复刻100年老卤，证明你只是个偷学的打工人。他们还邀请了媒体和老客。挺好，挺好。是骡子是马，总要下锅试试。今天还出摊儿？出。他们都发律师函了，还要直播骂你，你不躲躲？躲了，锅谁看？那我今天帮你盯着点儿，要是有人来闹，我拿白菜砸他。白菜留着卖钱。老板，你是不是要回应林家香卤啊？要什么称什么。去哪儿？这时候去？香料巷，有些东西该拿出来晒晒了。来了，三叔，我想找你要几样东西。跟我来。我昨晚就翻出来了，你外婆这个人脾气硬，买香料从不欠人情只欠账，每个月最后一天不管刮风下雨都来结清。你大舅年轻时也来过，跟着你外婆学卤味，只学了3天，后来说守国没出息，出去跑生意了。他现在说林家老卤是他的，我听着都替你外婆臊得慌。三叔，如果真打官司，你愿意作证吗？做，证据能赢官司，但味道才能赢人心。林浩然今天不是要直播吗？让他播。做吃的最怕把客人的舌头当傻子。最近网上有一些不实传言，说林家香卤味道变了，说我们所谓的掌勺人离开了。这些说法对一个100年家族品牌来说是非常不负责任的。今天我们开放后厨，就是想让大家看看林家香卤的核心工艺，从来都不是某一个人能带走的。我们会严格按照林家祖传配方和现代化标准流程，现场制作一锅原味卤鸭翅。他们不会真的以为掌握了伎俩就能掌握得了味道。小林，小林，快看，他们出锅了！你看吧。哎呀，你看一眼。今天现场出品，欢迎老顾客品鉴。李叔，您是我们10多年的老顾客，今天您来尝一尝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老味道？不是。李叔，您是不是最近吃的比较淡？我们这次是严格按照标准刘全做出来的，不一定是老味道。你这个鸭翅，香料在皮上挂着没进骨头，入口头有香，嚼2下就空了，后面还发苦。苦味可能是个人口感差异。我吃林家香卤10几年，我家老太婆怀病那几年嘴里没味，就吃得下你们家的卤味。以前的味道是热的、厚的，嚼到最后还有一点回甜。你这个不是。豆干也不对，以前的豆干外面香里面软，现在外面咸里面木。牛肉不用尝了，闻着就不对。大家可能对老味道有情怀滤镜，其实我们现在做的是更适合大众市场的新版本。别拿大众市场遮羞，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怎么分的，也不知道谁跟谁闹矛盾，我就认一件事儿，这不是以前林家香卤的味。那您觉得以前的味道是谁做出来的？这位老先生只是普通顾客，不了解我们内部。我了解味道，以前后厨那个小姑娘叫林芷吧，她不爱说话，每次我去她都在后头看锅。我以前还问过她，鸭翅为什么今天比昨天软，她说今天南风重，火低了半分。老先生，
您不能凭技艺判断专业出品。你做了20年后厨，是。那你20年也没做出这一口。爽！这老爷子嘴真毒。锅替我证明了。林总，你们前天发声明说林芝偷了林家香卤的核心技术，那请问，在他离开之后，你们为什么无法稳定复刻所谓的自家核心味道？梁小姐，你这个问题带有明显立场。那我换个中立问题，同样的香料，同样的手册，同样的品牌，你们做不出老客认可的味道，是不是说明真正的核心不在公司手里？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啊？怂货！你就这反应？他们直播翻车了，老客都替你说话了，你不高兴？鸭翅再不卖就过味儿了。你这人真是天生做吃的。你知道你现在多火吗？林家香卤关播之后，相关词条全上了本地热榜，现在大家都在问真正的林址在哪儿？在蔡案版。他们那边刚又发声明了，说直播现场被恶意带节奏，还改口了，说你违反家族内部约定，擅自经营同类产品。很多，很漂亮，但漂亮话救不了一锅失败的卤。你手里是不是有证据？要发吗？现在正是舆论最热的时候。有，这些东西匹不是拿来吵架的。林家老卤既急既贪既轻慢，他们要打官司我就打，他们要抢名字我就证明。你外婆子真好看，她的脾气更硬。芝芝，今天的事儿你看见了吧？看见了。你让那些老客去闹的，我没那么闲。你现在回来把味道调回来，之前的事儿我们可以不计较。不计较。大舅，是你们给我发的律师函。那是浩然冲动，声明也是他冲动。芝芝，都是一家人，没必要闹到外人面前。成立公司的时候我是家人吗？让我交配方的时候我是家人吗？发律师函说我偷技术的时候我还是家人吗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看看，没有我，你们还能把林家香卤撑多久？他们不是想救锅，他们是想趁锅彻底烂掉之前，把锅卖给别人。林姐，你这也挑太细了吧？别家都是整筐收，别家是别家，那我这趟不是白送一半？这半筐我不要，下次按我说的规格送。你要是嫌麻烦，可以不给我供。行行行，我下次挑细点。你这样做生意，供货商都得被你逼疯。他们疯总比我的锅缝好。你这张嘴，现在也会损人了。今天南风重，空气潮，香气散得慢，火得再低点儿。林姐，你这边缺不缺人？不缺。哦，但缺一个洗锅的。我能洗。很累，工资不高。我能干，我不要工资。先洗手，指甲剪干净。我昨晚剪过了。今天你只做3件事：洗菜、烧水、擦台，不能切，香料不能碰。知道了。有些人看热闹，有些人看门道。他是哪一种？要再看看。老板，能不能加盟啊？你这生意挺好，我投钱，你出技术，咱俩合作。不加盟。别这么绝对嘛！你一天才卖这点儿，能赚多少？你看林家香卤，人家都开招商会了。那你去加盟他家。我这不是觉得你家味道更好吗？味道好，所以不加盟。加盟要复制，这个复制不了。林姐，今天八角味是不是比昨天重一点？你说什么？不是不好吃，不是不好吃，就是刚开锅的时候那个香冲的快一点。昨天先闻到甜味，今天先闻到八角。闭眼。哦，这个甜一点，这个有点闷，像炒过。这个不好，有煤气。你鼻子不错。那我能学吗？
鼻子好是老天赏饭，但能不能吃上这碗饭，看你肯不肯吃苦。我肯。先把锅洗干净。好。林总，你们总部供的老卤包真能做出南城总店的味道吗？我们现在采用的是浓缩老卤技术，加盟商不需要养卤，也不需要懂复杂火候，总部统一配送卤包，按比例兑水即可。那这还是老卤？当然，现代工艺不代表没有传承，只是把传承。老卤最怕懒人，因为懒人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时间。总部说兑水就能出100年老卤，我按培训流程做了3遍。第1锅发苦，第2锅发咸，第3锅客人说像泡面调料味儿，我交了8万8加盟费。大家看看，这叫入味吗？粉？他们就拿粉糊弄人？林姐，卤包真的能做卤味吗？能。啊？能做出卤味，但做不出老卤。看什么？我明天还能来吗？能。洗锅、烧水、擦台。好，林姐，他们那么会骗人，会不会又来欺负你？会。那怎么办？把自己的锅看好，骗人的早晚要还。小林，快快快！林家香卤那边出事了。林浩然，你出来！你说总部供的是100年老卤包，检测出来全是复合调味糖和色素。我们进去谈，别在门口闹。进去谈？我就是进去谈了3次，才知道你们一句真话都没有。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谈。小林，快醒醒！他们店门口真堵起来了，不是一个人，是好几个家碰伤。我就说吧，骗人的早晚翻车。林浩然、林国良，你们出来！招商的时候说总部统一供100年老卤，结果给我们的就是复合调味粉。今天不退款，我们就报警。关门干什么？收钱的时候怎么不关门？这不就是前阵子拿金奖那家？各位，大家先冷静，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进去谈。又进去谈？我进去谈了3次。第1次你说我是操作不熟，第2次你说我是当地口味差异，现在检测报告出来了，你还想怎么谈？这个检测报告不一定具有法律效力，那你拿一份有法律效力的出来。我原来开早餐店的，听你们说是金奖品牌，我才把店转了，前后一共花了20多万，现在就给我几包粉，让我兑水煮鸭脖。我们提供的是标准化浓缩卤料，这是行业通用技术。招商会上你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你说的是100年老卤，祖传技艺。加盟商不需要懂火候，总部已经把100年老卤浓缩成标准卤包。林浩然这个人最擅长说话，可话说得越满，回头抽到自己脸上就越响。小林，看见没？我昨晚看到2点。看见了。你怎么一点都不激动？你这人真没意思。他们闹他们的，我开我的锅。听说早上还有人去堵门，林家香卤今天肯定开不了。那正好，他们休息。你这嘴现在越来越损。师傅，他们真的被堵了，会不会来找你？会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今天豆干多晾10分钟，下雨天水气重，急着下锅会木。老板，你就是原来林家香卤的掌勺人吧？要什么？半斤鸭翅，辣不辣？不辣。半斤鸭翅38。那你跟他们家到底什么关系？别问了，他这张嘴你问不出八卦，只问得出价格。昨晚没睡，剪视频剪到4点。又剪什么？一锅老卤是怎么被做成骗局的？一个味道能火，靠的不是故事，是吃到嘴里那一刻，客人愿不愿意再来。真正的手艺人沉默时，最会说话的人，往往最先替他讲故事。你这样会被他们骂。我被骂的还少吗？倒是你，他们现在应该撑不住了。撑不住就会找我。你怎么知道？说曹操，曹操给你打电话。芝芝，你现在方便吗？大舅，不方便，再出摊。你回来一趟，旧店。不去。芝芝，
芝，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，加盟商堵门，回来帮大舅把味道调回来，只要店能重新开下来，那些人就没话说了。那些人要的是退款，不是压制。你就当帮帮家里。当初成立公司时，你说这是公司，不是小作坊。你非要翻旧账吗？不是翻旧账，是提醒你，你们现在出事是公司出事，不是家里出事。爸，你跟他废什么话？林芝，你别装了，现在网上那些事儿都是梁婉月和你一起搞的吧？你满意了？挺满意，至少大家知道你们的老卤包是什么东西了。你以为我们倒了你就能好？林家香卤这个名字臭了，你我现在叫一锅卤。别忘了，当年要不是我家收留你，你一个孤女能有今天？林浩然，我父母去世后赔偿款是谁拿着你心里清楚。我读书的钱是我爸妈用命留下，你们家给我的那张床我睡了10年，也给你们家熬了3年卤。真要算，别只算你们觉得委屈的那部分。林芝，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你就这么看着你大舅一家被逼死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浩然要是出事，我跟你没完。舅妈，你们一家有个毛病，拿别人的东西时说是一家人，还债的时候也说是一家人，可我不是你们的钱袋子，也不是你们的锅。说得好，这些亲戚太不要脸了，抢人手艺还让人回去救火，就该这么说。下一位。师傅，你小时候真的住他们家吗？他们对你不好？也不是完全不好，人最难断的就是这种不是完全坏的关系，所以要等到他们伸手抢你最重要的东西时，你才知道以前那些好到底值不值得你忍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不用忍了。他说的倒也没错。小林，你看这个。我早就说了，味道还没稳，不能这么快招商。你早说，收钱的时候你怎么不早说？加盟费到账，你笑得比谁都开心。现在吵有什么用？钱呢？账上怎么就剩这么点钱了？公司账上那50万呢？那钱我先转出来了，浩然以后总要有点退路啊！等着全家什么时候转的？现在加盟商堵门，供应商催款，你把钱转走，你让公司拿什么退？我没有觉得痛快，只是觉得吵。他们以前坐在一张桌上，商量怎么把我从店里踢出去时，大概也这么热闹。现在钱没了，锅坏了，亲情自然也就松了。师傅，他们还会来求你吗？会。你会回去吗？不回去救他们。但有些东西我要拿回来。师傅，怎么了？明天不开摊，去拿东西。师傅，真的不开，那老鲁怎么办？今天只醒不出。我要跟你去吗？你留下看门，如果有人来买卤味，就说今天东家有事，明天照常。如果林家那边的人找来呢？也这么说。我听见了啊，小林，你今天真去旧店，一个人？那家人现在都疯了，你一个人去不怕他们赖上你？我怕他们不赖。3年前，我和大舅第一次来这里看铺子，那时这条街还没这么热闹，旧店门口的招牌也是后来的发光大牌，只是一块外婆留下的旧木匾。林家香卤，字是外公刻的，歪了一点，但有骨头。现在想想，我这一生很多东西都是从算了2个字开始丢的。芝芝，你来了。你找我？进去说。店不是被查封了吗？只是临时清点，不是真的封死，你别听网上那些人乱说。现在店里的味儿是酸的，是空调、冷气、剩汤、潮气和焦虑混在一起的味儿。终于舍得来了。芝芝，坐。有话直接说。公司现在确实遇到点问题，加盟商那边闹得厉害，网上舆论也不好，大舅知道之前让你受委屈了。芝芝，只要你回来，
把味道调回来，其他事都好说。怎么好说？股份，公司给你40%股份，以后你负责技术，我们负责运营，账目公开，利润按比例分。芝芝，这已经很有诚意了，40%啊！你一个女孩子拿这么多股份，以后日子不用愁。你们以前不是说手艺只是后厨那点东西吗？以前是大舅糊涂，现在不糊涂了。李芝，你别太过分，40%够给你脸了。要不是现在出了点事儿，你以为你能拿到这个条件？现在不是我求你们给条件，是你们求我回来续命。你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不可替代的人？你不是已经替代过了吗？林芝，你到底有没有戏？大舅一家都快被逼死了，你还在这说风凉话？舅妈，你们被逼死是我拿刀逼的，要不是是你们让我走的。你们让我交手册调离后厨转走商标，是你们说林家香露靠的是品牌不是锅。芝芝，大舅承认当初是贪了点，不是一点。你们不是要我回来吗？可以。你说你要什么？股份不够可以再谈。我要旧店所有权，商标注销，加盟业务全部停止，公开声明林芝老卤和林家香卤没有任何关系，所有债务你们自己承担。你这是要我们死！你明知道我们现在做不到，所以我也做不到回来。谈完了。芝芝，大舅求你，你不看在我们面子上，也看在你外婆面子上。林家香卤是他留下来的东西，你真忍心看他毁了？你现在知道那是外婆留下来的东西了。当年外婆想教你，你嫌凌晨起床累。谁跟你说的？谢三叔，你嫌香料呛，嫌一身油烟丢人。现在这锅能赚钱了，你又说它是林家的。外婆不是没给你机会，是你自己没守住。不懂事。我那时候也年轻，所以我拿着外婆的手艺信了你林家。芝芝，大舅真的知道错了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知道要输了。你去哪儿？看看还有没有我的东西。小时候，外婆曾对我说过，切肉要顺着纹理，也要逆着性子。人也是。这些破东西你要就拿走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这些旧物你喜欢就拿。破东西我要花钱买，现在这家店的资产被清点，属于债务处理范围，我不白拿。芝芝，你非要跟大舅算这么清？这句话你们以前说过很多次，现在我觉得算清楚挺好。你还真惦记这些破烂？你们不懂它值钱，所以才会输。林国良在吗？今天继续清点店内资产。不是说下午吗？怎么现在就来？上午先做登记，下午贴封，请配合。我们还在协商，不能就这么清。哼，你们跟加盟商协商，跟供应商协商，跟我们也协商，协商了这么久，钱呢？以前我以为看到他们这副样子，我会觉得痛快，可真的到了这一天，我只觉得吵。这些杂物还要吗？不要的话统一处理。我要。你是？以前的掌勺人。这些属于店内物品，要带走需要折价。可以。你们估价。林芝，你是不是有病？这种时候抢几块烂木头？这是我自己的钱，与你无关。芝芝，你真就只拿这些？你真不管我们了？大舅，当初你们把我从后厨调走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管我？那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这家店我待了3年，我以为它是我的根，后来才知道根不在这里，根在婆婆教我的手上，在我带走的卤胆里，也在我还愿意认真洗净每一口锅的心里。你们欠别人的钱自己还。说的好听，你不就是想看我们死？不，我只是终于不想救你们了。拿回来了！哎呀，这案板真沉。师傅，这就是以前的招牌吗？外公刻的。它还有味道。他记得。要换名了，换什么？灵芝老卤。师傅，这名字好。早该挂你自己的名。
师傅，咱们以后就叫这个名。那林家香卤呢？那是他们的了。我的名字以后不借给别人。老板，换名字了，今天是不是该多卖点庆祝？想得美！还是2锅。你真是一点喜气都不沾钱。那好。今天这味道好像又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？回家了。李叔，来这么早？不早不行，你现在比医院专家号还难排。师傅，今天这么多人，多也只卖2锅。老板，我昨天没买到，今天特意请假来的。你们别劝了，他这个人，天王老子来了也是2锅。闻出什么？今天香气比昨天沉。昨晚下雨，早上潮气重，味道散不出去，所以不能急着开大火。豆干再晾15分钟。知道了。这名字你比林家香卤听着踏实，以前那个是招牌，这个是人。老板，我加钱，再给我来2斤鸭翅。不行，每人限量。我师傅说了，锅里没有多出来的味道。买不买，不买让让，你多买2斤，后面人吃疯啊。尝。我怎么样？香是进去了，但是边上比中间咸一点，是不是醒得不够？牛腱筋多，太后卤香进得慢，咸味先挂外面，以后看纹理，不要只看大小。老板，你这徒弟收的认真啊。还不是徒弟。洗锅的。真没了？真没了，明天10点第1锅。阿姨，这卤味能预定吗？预定不了，想吃自己排队。我卖菜20年，终于找到比卖菜更好炒的事儿了。你就是闲得慌。你鲨鱼水都溅我菜上了，还好意思说？上了什么菜？做成我做菜，上我下什么？轻点。师傅，刷坛不是刷锅，坛有气孔，太用力会伤。我想做出别人吃了会记住的东西。想学？为什么？我妈病的时候吃什么都说没味儿。那天她吃了你给的豆干，第一次多吃了半碗粥。我以前觉得做吃的就是填肚子，后来才知道，有时一口味道就能把人拽回从前的日子里。从今天开始，洗坛、烧水、擦蛋板都是你的课。我还是不能碰香料吗？不能。等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为什么不能碰，再让你碰。我会知道的。老谢，又给小林送宝贝来了。你鼻子也灵了。我现在天天闻他这锅，普通香料还糊弄不了我。滇南老树桂，打开看看，你外婆以前最喜欢这一批。好甜。这就是你那个洗锅的，闻的时候别急着说香，先闻它从哪里来。香料还能闻出来从哪里来吗？当然，你师傅的外婆当年为了这一口桂皮，坐了3天绿皮车去产地。那时候我问她，城里也有便宜的，为什么要跑那么远？她怎么说？她说便宜的也香，但香的短。人这一辈子不能老。外婆确实会说这种话。南桥那边今天正式贴封了，林国良去找过我，问我能不能继续给他供料，还问我你以前用的香料是不是还有别的渠道。嘿，他们还想复刻。你卖给他了吗？我开香料铺的，有人买，我当然卖。再说了，好料落到不懂的人手里，也只是贵一点的料。让他买吧，香料不怕被买走，真正带不走的是人心里那杆秤。这个味道像木头晒过太阳。
这句话不专业，但很准。芷芷，别偷吃，刚出锅味儿还没收。师傅，好吃吗？像我外婆的味道。有个事儿，是饮食文化档案组联系我了，他们想记录南城本地老味道，其中有一项就是林家老卤技艺。林家老卤技艺，这名字比林家香卤更久，也更重。他们看了视频，初步认为你这边更符合传承脉络。那不是好事吗？但需要确定传承人，林国良已经去争了，他提交了营业执照和族谱。档案组的意思是，过几天组织现场评审，材料和技艺展示各占一部分。他还要脸吗？店都封了还抢名？人没本事就爱抢名头。师傅，那怎么办？我们有账本，有票据，还有谢三叔作证。你不把名字握在自己手里，就总有人拿它去卖钱，去骗人，去压你。你去吗？去。有把握吗？让他们看一锅真的。师傅，评审那天我能去吗？我不乱说话，我就想看看真正的传承。可以，但明天开始你要学第一道香。我可以碰香料了，哪一种？只碰一种，桂皮。先学会一味香，再谈一锅卤。真正要蒸的那口锅才刚刚架火火。没睡好，有点紧张，怕给你丢人。你今天不是去争名的，那我去干什么？去看清楚。手艺这个东西，有人敬它，也有人拿它换钱，你都得见过，以后才知道自己守的是什么。我知道了。三叔，您还真带了。他们不是要看传承吗？光听嘴说有什么用？老东西也得去见见人。小满，吃饱了再去，吵架最费劲。人家是评审，不是吵架。你见他家人不吵。小林，别怕，你外婆要是在，肯定站你这边。芝芝，大舅，人都到了，那就开始吧。先提交材料，再说明传承脉络，最后现场展示技艺。各位老师，我是林国良，林氏长子。林家老卤这门手艺是我们林家祖上传下来的。林芷虽然也姓林，但他是晚辈，这门技艺不能由他一个人私自代表。林家香卤旧店是我投资经营起来的，没有我们，这门老手艺也不可能被这么多人知道。那具体掌勺人是谁？早期是家里共同经营，林芝负责后厨一部分工作，但不能说整个技艺就归他。传承不是个人私产，他现在打着自己的名义经营，我认为不合适。这字有年头了，是我外婆写的。这些票据我能作证，20多年前就是林老太太来我铺子里买香料，每月结一次账，从没拖过，上面写着林老太太专用香料。谢老板，这种陈年旧事，你说话要负责。我卖了一辈子香料，记起别的不敢说，谁懂货谁不懂货，我记得清。我不争族谱，我只说这门手艺是谁学的，谁守的，谁现在还会做。你这是偷换概念。林家的东西当然属于林家。大舅，手艺不按辈分传，按心传。材料先到这里，既然双方各执一词，那就现场看技艺吧。师傅，等什么？等他醒。这是老卤胆，养了多少年？外婆手里养了几十年，到我这里3年多。他带走的东西本来就是林家的。
先看手法。为什么不一次性投香料？一锅里不能所有人都抢着说话。香料是字，火候是句子，卤胆是语气。字全了，不代表能成文章。他外婆要是听见这话，估计得骂他酸。这个味儿旧，是，但不是死旧，还有活气。一次展示不能说明全部，他带走了老卤胆，当然做得出来。那卤胆本来就应该属于林家。你到现在还以为卤胆只是东西，你拿走它也养不活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凭你当年连3天都没熬住。林先生，你会独立起锅吗？会变香料状态吗？会根据天气调火吗？师傅，我能不能试一小锅豆干？可以吗？不作为评审内容，只是让他试。传承人带徒弟也是技艺的一部分，是吧？有点散。为什么散？我急了，桂皮还没落纹我就下了陈皮，火也急。不厚但干净，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就能学。做坏不可怕，不知道为什么坏才可怕。我记住了。市场不能放。那我敲盆儿，咱们小林家正给你翻成人了。为什么贴里面？贴外面像炫耀，贴里面像提醒自己。有长进。师傅夸我啦！他就夸了3个字，你至于吗？我们愿意投资1000万，帮助林芝老卤建立标准化工厂，做全国连锁。林小姐，我们不是林家香卤那种粗暴加盟模式，我们会尊重你的技艺，也会保留你的品牌调性。你完全可以成为新中式卤味行业的代表人物。你有故事，有技艺，有公信力，现在正是最好的商业窗口。和林浩然当初那些词其实很像，只是说得更体面。如果做全国连锁，卤胆怎么办？我们可以做风味数据分析，提取核心香型。火候呢？可以通过设备控制。天气呢？门店端可以通过标准系统调整。那人呢？看锅的人呢？林小姐，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，不能依赖个人。那就不发展到那个规模。你确定？你明明可以做成行业第一。我想先把今天这一锅卤做好。师傅，1000万啊！你一点都不心动？心动，所以更要慢点打。那我们以后真的不做大吗？做大一点。租下来做什么？给你练手，每天半锅豆干，半锅素菜，卖不卖另说，先练。师傅，别哭，哭完要多洗一遍手。这师傅拜的值，感动都不让人好好感。老板，2锅就2锅，怎么还2锅半？半锅不保证好吃，但我会努力做到好吃。
不大不亮，也没有全国连锁的气派，可锅里有根，岸上有人，门前有等味道的人，这就够了。师傅，明天桂吉我能不能自己下？我先闻，等香落了再下陈皮，不急。明天看火。小满，别高兴太早，你师傅的看火意思就是继续洗锅，洗锅也是课。夜风吹过，卤香还留在巷子里，淡淡的，慢慢的，像日子，不必轰轰烈烈，只要一锅一锅稳稳的熬下去。